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李超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跟李超老师一起学习中文。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新 HSK 的课程。明天李超老师可以上课了不过明天是聊天课。如果想要跟李超老师一起聊聊天，练习中文口语的朋友，明天晚上欢迎。我们明天还是有课，星期六的下午4点是新 HSK Level 1的课，还是有的。所以如果你想学 Basic Chinese 的朋友，欢迎你星期六的下午4点跟李超老师一块学习新 HSK Level 1。好，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0号，今天是星期四。好，汉平同学欢迎 Christina、宋平、裴静、佳妮 Namaste、雷曼 Assalamualaikum。黑妮问老师喉咙怎么样？这2天比较不好，说话会咳嗽不过慢慢好起来哦。好，佩霞、OO，还有 Kingla， 欢迎你们，还有 Heather， 欢迎。好，那小陈还有 Penguin、Rayhu， 欢迎大家。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吧。好的，我们看一下今天李超老师跑了几步呢？好，今天是10717，我们再看一遍10717。好，中文要怎么说？10717。好，欢迎 Teresa 同学，嘿，维凯。好，瑞虎说老师多喝温水，有老师都有喝温水。好，秋燕说老师不应该上课，因为身体不舒服，会有压力。秋燕老师没有压力，老师很开心。为什么要上课？因为老师特别喜欢上直播课，看到各位同学老师很开心，没有压力，而且病会好一点。不过可能说话不能说太久好，各位同学717。好，裴静说10717，很好。Hello Dania， Henny 10717。Hello 郑红，还有慧君、宋平10717步，很好。还有我们的 Lujira K， 你好。瑞虎10717，好。好的，我看一下我先把我的这个好 ，Christina 10717步，很好。好的，这位同学Fossy 同学欢迎。好，很多同学都来了，欢迎这些同学。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Level 6第6级的词汇。今天学习3个单词，这3个单词不会太难好，第一个单词请跟老师一块念，冲击。那各位同学，在台湾我们会念冲击，在台湾我们念冲击，在大陆会念冲击。第二个词汇崇拜。第三个词汇宠物。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冲击。好，各位同学，冲击在台湾念冲击，冲是什么意思？各位同学，冲就是用水去洗，冲就是用水去洗的意思好，冲就是呢，我们会用水 use water to wash something， 冲的意思。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说洗手嘛，
洗手的话，你要用水去冲，水去冲你的手，用水去冲你的手，这个动作我们叫洗手 ，wash your hands。冲击，击是什么意思？老师给你个动作，这个就是击 ，hit something, pound something。所以这个击就是一个物体去撞，我们说撞是这个字，老师刚刚说撞是这个字，撞击，这个击就是撞击，就是一个物品去撞击 another thing， 另外一个物品，这个叫冲击。但是冲击是用水，各位同学，冲是用水，所以冲击是跟水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学习冲击的时候 ，it's like 海浪，我们说海水或海浪，所以我们冲击通常用在海上面，海水、海浪、河水 （river water, sea wave）。所以冲击就是海浪冲击另外一个东西，好，那个感觉。好，所以呢，冲击就是水流 （the water flow） 或者是 sea water、river water pounded hit another object， 冲击另外一个物体，这个叫撞击另外一个物体，这个叫冲击。好，冲击，所以一定跟水有关系，海水或河水有关哦。我们看一下例句：波浪不断，好，你可以加个的，你可以加个副词的哦。You can omit 的 ，you can keep it。海浪不断冲击着岩石。OK， 波浪就是 sea wave， 不断就是 continuously。好，冲击，波浪冲击水冲击着岩石。好，岩石就是 rocks。好，所以呢，这个句子啊，就像是这个你们看到的图一样，海水一波一波一波的来，然后呢，撞击石头，撞击岩石。哦，好，听得懂哦？好 ，OK， 好的，来个 water hit， 风不可以用冲击 ，Norbert， 冲击一定是水。We talk about water, sea wave, river wave。冲击不可以用在风，风不能用冲击哦，一定是用在水哦，用在水。好，哦，台风的风啊，一般我们就说，我们一般都说水冲击着什么，不会说风，不管是什么风哦，因为你台风的水还是海水啊或河水，所以风是不能用冲击的，一定是要 water hit, water pound。好，那我们冲击呢？刚刚的冲击是个动词，冲击老师现在告诉你，也可以当做名词。冲击当做名词是影响的意思 ，influence or impact。所以各位同学，冲击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如果你遭受打击 ，what is 遭受 ？suffer from。So when you suffer a blow or hit, or you suffer frustration， 挫折，挫折就是英文的 frustration。所以 after you suffer a blow or kind of frustration, this kind of frustration or blow will give you impact. 你会受到影响 You will have negative impact. 所以冲击通常是指不好的一种影响。冲击是指不好的影响 a negative impact. Of course, that means after you suffer a blow or frustrations, you have some negative effect on you, right? 好，所以冲击的第二个意思当名词哦，它的意思是不好、不良的影响，通常是你遭受 suffer from 打击或者是挫折后所得到的影响。好，
那么各位同学，哦，春娇来了，春娇是早上8点半。好，我们来做题目。不幸的，不幸的，很大的冲击带给他婚姻。好，婚姻是 marriage。OK， 婚姻。不幸的就是不好的、不美满的、不开心的 unhappy、unfortunate、unlucky、tragic， 不幸的。好，带给 is like bring to someone， bring to someone。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好，我看到佩霞给我答案了。不幸的婚姻 like tragic marriage， 不幸的婚姻带给他 bring her 很大的冲击 a big impact。而且通常我们说冲击是不太好的，是负面的。When we say 冲击 as a noun, oftentimes negative or bad。好 ，OK， 郑红说不幸的婚姻带给他很大的冲击。I think that's like mental impact on her， 很大的冲击，好，很大的冲击。所以你也可以说很大的心理冲击。You can say that， 很大的心理冲击。It's a very big mental impact。OK， 如果你讲的是啊，他受伤，他的心受伤了，他觉得婚姻带给他很大的痛苦，你可以说不幸的婚姻带给他很大的心理冲击 ，like mental impact。好，佳妮，不幸的婚姻带给他很大的冲击。Very good。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啊。好，冲击，我们再来做一题关于名词怎么用啊。好，新冠病毒的疫情，好，疫情叫 pandemic， 新冠病毒 COVID-19， 对不对？新冠病毒的疫情让 OK， 让 means like allow something to happen, allow something happen, or make something happen， 让 OK 让 like make something 叭叭叭。好，航空业，航空 means airline， 业就是行业工作的意思，行业。所以航空业是什么意思？ Airline industry。We're talking about the field, the industry。航空业冲击 impact。好，受到了，受到在英文的意思比较像 receive。好，受到了，严重的，严重的 severe serious。好，各位同学，请问答案是什么？新冠病毒的疫情让叭叭叭。好，好的。今天网络比较慢，对不对？老师有觉得今天的网络比较慢。The internet is slow today. I don't know why. 好 ，Christina 说，新冠病毒的疫情让航空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各位同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用法，受到了冲击。我们中文很常这样说，叭叭叭受到了冲击。理查老师的生活受到了冲击。Like there is a big impact on my life。我们中文会说受到了冲击，来 receive an impact。中文会说受到了。所以各位同学要记得哦，受到了冲击 is like have an impact on， 受到了冲击。好，好，如宾，航空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非常好。Norbert，新冠病毒的疫情让航空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Henny，让航空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好，多毛的雷曼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好，没问题吧？所以各位同学把它记起来，受到了叭叭叭的
冲击。That's the collocation。好，好，汉平给我们一个句子，我们看他写的对不对。不好的朋友会带给人的生活不好的冲击。好，汉平，你只要这样说就可以了。不好的朋友会带给生活不好的冲击，或带给我、带给你，通常是带给某一个人。不好的朋友会带给你不好的冲击，可以的。不好的朋友会带给我们不好的冲击，或者你也可以说不好的影响。这里影响是冲击的同义词，你们都可以说受到了叭叭叭的影响，也可以。这里影响还有冲击，它们是 synonym， 它们是同义词，同义词都可以用影响去取代冲击这个词哦。好 Jonathan 说他生病了，对我们的功课受到了。Jonathan 我们不会这样说，我们会说他的病情，像老师生病了，可能你们就没有办法学习了，你们就可以说老师的病情对我们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好 Jonathan 我帮你改你的句子哦，你的句子应该要这样说，老师的病情，我们的主语就是老师的病情 teacher's illness， 主语对我们的学习 like to our learning 产生 produce or generate 产生了很大的冲击。Literally, it means the teacher's illness had or produced a big impact on our learning。好，老师的病情对我们的学习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可以说影响啊。好，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各位同学，我们学了冲击之后，我们还要学习另外一个词汇叫撞击，它们是不一样的。冲击一般是讲水 water。I'm talking about as a verb. OK， 我现在讲的是当动词用的时候，冲击一般讲的是水、海、河 ，like sea, river。所以各位同学，冲击是 about the waves to pound against。所以各位同学，你看这个就是冲击，水去冲击另外一个东西，岩石、石头。OK， 冲击。Oftentimes it's about wave, water, something like that。那什么叫撞击？撞击不是水，撞击是 two objects， 两个东西撞击。比如说，这样是撞击，两个东西不是水了，是东西，所以这个叫撞击。OK， 所以 for example， 比如说，如果有一个流星 shooting star hit the earth， 这个叫流星撞击。你不可以用冲击，因为流星不是水，流星不是水，所以你可以说流星撞击地球，流星撞击地球。Two solid objects hit together, crash together， 这个叫撞击，好，撞击。然后我们也常常用在车祸 car accident， 车祸也会用撞击，两辆车撞击在一起 two cars crashed together， 两辆车撞击在一起哦。好，所以撞击跟冲击是不一样的哦。好，影响跟冲击当做名词的时候是一样的意思。Rehu as a noun， 影响 and 冲击 actually they're the same， 它们是一样的哦。好 ，Hello Riri， 青莲来了，我们来做题目吧。来，他预言2028年会有彗星地球。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是冲击还是撞击？预言就是他预测，
他对于未来的事情预测，预测就是 predict 预言。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词汇哦，很有意思的词汇。好，什么叫预言？预言是个动词，就是你对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去预测。什么叫预测 ？predict， 去预测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叫预言。比如说，老师预言，呃，老师预言雷曼会在他30岁的时候结婚。I predict that 雷曼 will get married at 30。老师预言就是我对未来的事情去预测，还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去 predict 预测。比如说，我说雷曼在30岁的时候会结婚 ，That's about the future。所以老师预言，好。那么这个彗星是什么？彗星就是 comet， 彗星。好，彗星。好，请问答案。宋平说，他预言 he predicted 2028年会有彗星撞击地球。很好，答对了。汉平撞击，对，两辆车撞击在一起。好，佳妮撞击，很好。素英撞击，菊林撞击。维凯他预言2028年会有彗星撞击地球。彗星是 solid， 地球是 solid， 撞击两个东西撞在一起，撞击啊。好 ，Norbert 预言啊，2028年会有彗星撞击地球。好，对，很好。Norbert 说，因为彗星不是水，对不对？好，OK，理解了，很棒，你们都答对了。刚刚有同学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吴思辉问说，老师撞击跟碰撞有什么差别？好，撞击通常是比较强的，撞击 should be the very strong and very serious crush。撞击，碰撞是什么？李朝老师走路的时候碰撞到思辉了 ，like you just bump into someone only。撞击是2个人碰在一起而已。你走路的时候可能不小心不好意思，我不小心碰撞到你了。So 碰撞 is like a very slight, very light bump only。2个人或2只动物撞在一起，不是很严重的，轻轻的碰一下，碰就是 like a touch。So it's not like very serious or very hard hit, like a slight bump. OK， 好，碰撞比较轻一点，撞击一定是啪那个感觉，很强烈的碰在一起，啪，那个叫撞击哦。好，然后佳妮也有一个问题哦，老师是预言啊，预言。好，佳妮问说，如果是好的影响，通常是不好的。佳妮，我们说冲击通常是不好的影响，通常会让你有一些思考。Actually, when we say 冲击 and that means impact, usually that's a negative, bad, or a kind of impact that will make you think further. OK， 所以冲击通常是会让你去思考说，Why I have this kind of impact will make you think further, or a bad negative influence。所以佳妮通常冲击是比较不好的，或者是 the impact will make you thinking, make you think further。OK，好李生，好久不见了，李生同学，欢迎你来啊。好，没问题了，我们再往下看下一个单词叫崇拜。各位同学，崇拜这个单词是学习中文的人一定要会的单词，非常重要的基础单字 ，very basic and important essential verb. You have to learn it. OK， 各位同学，崇拜我们很常用，就是 to adore, to worship, to admire。各位同学，你们一定会有崇拜的人，There must be someone you admire. There must be someone you adore.
哇，你特别喜爱他，他是你的偶像 your idol， 他是你很爱的人，你想要变成跟他一样伟大，你想要变成跟他一样有名，而且你 very respect the person， 你很尊重，很喜爱 you're fond of this person， you admire this person。 所以什么叫，各位同学，什么叫崇拜？就是 you highly admired， you really admire this person, you want to be like him like her, you want to respect him respect her。 好，崇拜很简单，崇拜就像这些女生一样，哇，我好爱你哦，我好喜欢你哦，崇拜。好，我们的例句，许多年轻少女，sorry， 不是少女，是少女，许多年轻少女。OK， 少女名字 young lady，young lady， 年轻 young lady。OK，we will say that， 年轻少女，许多年轻少女崇拜。哇，这位男星。好，男就是男生，星就是明星， so it's like male superstar，male star。好，崇拜表示这些女生很爱他，很喜欢他，想要跟他在一块儿，崇拜高度尊重 highly respect， highly loved， highly admired， 高度就是 highly。 好，那各位同学，这个男星是谁？这个男星叫王一博。王一博，王一博不是我崇拜的演员，很好的句子，可以的好，很多女生喜欢王一博，所以很多年轻少女崇拜王一博。好，崇拜跟赞美是不一样的。Henny， 赞美一般是 oral compliment。OK， 比如说 Henny， 你的中文真好。Henny， 你真漂亮。这个是赞美。赞美就是一些让你听起来很开心的话，这个叫赞美。哇 ，Henny， 你通过了 HSK 第2级，你太厉害了。这个是赞美，不是崇拜。崇拜的感觉是更喜欢这个人。Henny，你的英文真好，我好崇拜你哦。崇拜的意思就是我不只赞美你，我还非常喜欢你，而且呢，我非常尊重你。所以崇拜的感觉是更喜欢这个人，而且更 respect 这个人。OK， 赞美 only talking about like oral words only。OK， 好的，没问题。崇拜一般给有名的人，思辉不一定。吴思慧说：“老师，吴思慧同学说，老师，我是不是只可以崇拜 famous people only? Not necessarily. 你可以崇拜你的爸爸。You can adore your father. You can admire your father. You can worship your father. Worship. 各位同学，崇拜也可以用在你喜欢的人，不一定是有名的人。你可以崇拜你的妈妈，你可以崇拜你的哥哥。好，我觉得许多人崇拜理查老师。”真的吗？有很多人崇拜我吗？好 ，Hello Office， 你好。好来，崇拜可以当做形容词，所以刚刚有同学说崇拜的演员 ，like adoring actor，which means the actor you really love it，love him or love her，the actor you really love。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崇拜的眼神，哇，这样是崇拜的眼神，你太爱他了，你太喜欢他了，你的眼睛都是对他的爱，崇拜的眼神，就像这样，崇拜的眼神，崇拜的偶像 ，the adoring idol，就是你很喜爱的，你特别喜爱的偶像，偶像就是 idol。好，我们来做题目，他用就是 use， 他用眼神，眼神就是 like your eyes，the emotion in your eyes。这个神有一点是你的情绪，你的 emotions， 所以眼神就 is like the emotions in your eyes，the emotions in your eyes， 眼神看着我 ，looking at me， 看着我，这 is like a status，a state，so it's like looking at me， 看着我。好，崇拜的，崇拜的 ，adoring。
好，请问答案是什么？汉平，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表示他很爱你，他很喜欢你，而且他觉得哇 I really love you, I really like you, I really admire you。好，郑红，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好，汉奸，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哦哦，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好，立新，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很好哦。好，那各位同学可以了，会用了。崇拜可以当形容词，崇拜的眼神，崇拜的偶像，崇拜的演员，崇拜的叭叭叭，崇拜的科学家 adoring scientist，崇拜的叭叭叭。OK， 好，好，再来，我们再做一题吧。爸爸，偶像，崇拜的，是我从小。好，从小就是 since I was a kid，since one was a kid，从小就是从小时候开始，从小时候开始就怎么样呢？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好，我们还有 Cynthia 同学说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好，OK，维凯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哦哦，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好，再来，慧君说他用崇拜的眼神看着我。Christina 说，爸爸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所以呢，这个女儿一定很喜欢她的爸爸，而且她爸爸一定很伟大，做了很多让她的女儿很喜欢的事情哦。好，佩霞，爸爸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Very good。好，这个 Doan，爸爸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好，这个 Ernest，爸爸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所以各位同学，崇拜会怎么样？会喜欢。崇拜你会喜欢，而且你会 respect， 你会尊重他 respect， 然后你很想变成他。Maybe you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person。你可能想变成跟他一样好的人。哦，崇拜。好，吴思辉说欣赏跟崇拜一样吗？差不多。思辉，欣赏跟崇拜的意思差不多，不过崇拜比欣赏更强烈一点。The tone is much stronger。崇拜 the tone of 崇拜 is the tone is much stronger than 欣赏。好，欣赏你就是你觉得他很好，崇拜不只是觉得他好，你会很尊重他，你可能甚至想变成跟他一样，这样是崇拜 worship。崇拜是一个 very 这个 the tone is very strong 啊，所以崇拜比欣赏更强，语气更强烈一点，意思差不多。好，对，爸爸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爸爸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好，你有没有崇拜的偶像呢？可能你崇拜的偶像是你的妈妈，因为你的妈妈很伟大，妈妈每天呢照顾你，所以你可以说妈妈是我从小崇拜的偶像。哦，好，OK，来，第135个词汇，宠物，宠物。好，这个词汇很简单，就是 pet。然后我们的量词是只，一只宠物，两只宠物。好，猫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宠物。好，世界上 in the world on earth，你也可以说理查老师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中文老师呀。所以各位同学，这个语法点很好哦。八八八是世界上最八八八的八八八，所以这是个很棒的语法。你可以说，呃，你可以说泰国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国家。If you really love Thailand，如果你真的很喜欢泰国，你可以跟大家说，泰国是世界上最棒的国家，最好玩的国家，the most interesting country。好，你可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the stron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造一个句子啊。好，猫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 popular。 好，把它记起来，受欢迎的 popular。 理查老师很受欢迎，春娇很受欢迎，多毛的雷曼很受欢迎，八八八很受欢迎， someone something is popular。 好，宠物 pet。 好，台湾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很棒的句子哦。Like Taiwan is the safest country on earth in the world。 好，理查老师是不用在了。李威同学来了，李威不用说在，理查老师是世界上就好了。这个 expression 这个用法不需要在，你可以说世界上就好了，不要说在世界上，世界上就可以了。好，好，李威，欢迎李威啊。对，崇拜的语气的 tone 语气比欣赏更强，更强。好，小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宠物，可以 if that's true。 好，狗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宠物哦。好，各位同学 let's learn more about 宠物。 First of all， 第一个我们学宠物店 a pet store。 宠物店里面会卖很多的宠物，对不对比如说会卖宠物猫，宠物店里会卖宠物狗，宠物店里会卖宠物蛇。所以 you can add an animal after 宠物 and that means pet cat, pet dog, pet snake。 所以各位同学，宠物猫、宠物狗、宠物蛇、宠物八八八宠物店叫做 pet store。 OK， 好，我的猫咪太狡猾了 cunning 很狡猾。蟑螂是世界上最讨厌的昆虫。真的，汉平，理查老师最讨厌的昆虫就是蟑螂 cockroach。 各位同学，蟑螂是 cockroach， 很讨厌，很可怕，很恐怖。不过汉平我们说昆虫 insect。 To be more specific， 我们会说昆虫。好，昆虫。好，雷曼很受欢迎的，多毛的雷曼，你很受欢迎。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句子，我们要选什么答案？他在买了一条蛇。好，条是蛇的量词，一条蛇 a snake， 一条蛇。他在买了一条蛇。好，请问答案。好，郑红，他在宠物店买了一条宠物蛇 pet snake。 好，立新，他在宠物店买了一条宠物蛇。好，素英，他在宠物店买了一条蛇。吴思辉说，理查老师是我见过世界上最有耐心的老师。思辉老师帮你改句子，理查老师是我见过世界上最有耐心的老师。各位同学，你们一起听我讲这个句子Let's reorganize the sentence。 理查老师是我见过世界上最有耐心的老师。 That's the correct order。 好，佩霞，她在宠物店买了一条宠物蛇。好，没问题。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啊？各位同学，理查老师家里没有养宠物。请问你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请问你养的是宠物蛇，还是宠物猫，还是宠物狗？你可以讲狗就好了我们其实呢，一般就说狗跟猫就可以了。有的人会养宠物猪 like pet pig， 有人的家里有养猪，我们就叫它宠物猪 like pet pig， 宠物猪。菊林说我家没有养宠物。好，钟勇说我家里没有养宠物。好，钟勇你说宠物就好了，不用说宠物的动物
宠物就是已经是动物了，所以中庸这个句子要改成我家里没有养宠物，我家里没有养宠物。宋平有养一只狗，菊林不喜欢宠物，因为宠物会 poo or pee, right? Oh, that's bad. 维凯有养一只猫 ，Henny 没有养宠物，男性猫咪。好，李威老师教你，我们中文不说男性猫咪，我们中文说公猫，公猫。你们各位同学不要说男性猫咪或母性猫咪，我们就是说公猫或母猫 for animals。好，素英有养狗，立新有养宠物狗。好，李威有养可爱的猫咪。各位同学，我们说公猫 male cat， 母猫 female cat。然后你不要说男猫，我们中文男跟女是用在人的身上。我是男生，我是男的。男跟女是用在人的身上。动物呢？动物我们用公跟母。所以李威，你养的是公猫 ，a male cat， 公猫哦。好，老师喜欢养宠物，不过老师没有时间照顾宠物。I don't have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m。老师喜欢猫，老师也很喜欢狗，但是老师没有时间养宠物，所以老师家里没有宠物。养蚊子，mosquito， 蚊子。好。Cynthia 说：“我老板家里有养一只猫和一只狗，特别热闹。母鸡对，可以。公狗、母狗当然可以。公 and 母 for animals。动物一定要用公母，你不要说男狗、女狗。We don't say that。我们不说男生的狗，也不会。动物你们都用公跟母就可以了。公猫、母猫，公鸡、母鸡，公鸭、母鸭。公动物，母动物哦。公鸡对，公鸡。好 ，Norbert 有养一只猎犬啊，真的啊。好，对，公鸡。汉奸也没有时间养宠物。思辉现在台湾人大概的猫蛮多的，猫跟狗比较多。好 ，Natalia 说我是猫奴。好，猫奴就是 cat slave，cat slave，其实 cat lover。中文会说猫奴，英文会说 cat lover。哦 ，cat lover。对，公牛、母牛。哦，公牛、母牛 ，like ox and cow， 公牛、母牛。好，中文会说猫奴，表示你是很喜欢猫的人啊，like cat slave。英文会讲 cat lover。我的猎犬抓了一只鸟。好，中勇喜欢公鸡，很好。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宠这个词汇，宠这个字，我们再学习两个单词。第一个叫宠爱，很常用。宠爱表示你非常的爱一个人，而且你会送给他很多礼物，你会对他特别好。It's like you treat someone so nicely, even too much。宠爱是你太爱一个人了。Maybe you spoil the person。这个如果你宠爱过度的话也不好。宠爱表示你太喜欢这个人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给他太多东西。所以宠爱有时候 sometimes it's a negative word, but sometimes it's like not a good word, but mostly it's good. When you 宠爱 someone, that means you treat this person nicely, but if that's too over, that's not good. 宠爱 to pamper, to dote on someone。 好，比如说雷曼可能很宠爱他的女朋友，那雷曼会做什么事情？雷曼每天会打电话给他女朋友，哎呀，你好不好啊？我好爱你哦。雷曼可能会每天送花给他的女朋友，每天送礼物给他的女朋友，所以我们可以说雷曼非常宠爱他的女朋友。那有的爸爸很宠爱自己的小孩。这个爸爸每天送洋娃娃，每天给他很多零用钱，然后非常的爱他的小孩。
如果太过度了也不行哦，所以宠爱不能太过度 ，OK？ 所以宠爱就是非常喜爱一个人，常常送这个人东西 ，OK？ 这个叫宠爱啊，宠爱。好，那我们有另外一个词叫溺爱。好，各位同学，宠爱基本上是个 positive verb. Basically, okay, this is a positive verb. But if you 宠爱过度了 it's like you over or too much 宠爱，那我们中文会说溺爱。溺爱就是一个 negative disapproving term。如果你对你的小孩溺爱 that means too much， 你太过度了。如果你宠爱一个人 sounds okay, sounds good， 但是你溺爱一个人表示你太过宠爱了，过度了，不行。你宠爱一个人就表示你爱太多了，不可以的。哦，这个叫溺爱。溺爱是个 disapproving term。好，对，爱一定要理智 ，reasonable 啊。这位同学如实达到，老师他也是老师，爱要 reasonable， 不可以 too over， 不可以过度，不可以过度哦。所以宠爱可以，但是不可以过度宠爱，不可以过度宠爱啊。好，所以这些词你们要知道它的意思，不可以过度宠爱，因为过度宠爱就是溺爱哦。好，我们不可以过度宠爱 ，like over or too much。过度宠爱就是溺爱，溺爱是不好的词啊，溺爱是不好的词。好，这位同学说奶奶宠爱孙女和孙子可以。思辉说我从小被爸妈溺爱了，结果我变成一个不独立的人，很好的句子哦，很棒，很棒的句子。好，我们另外一个词汇叫宠幸。好，宠幸平常说话是不会用的，宠幸是在 drama Chinese ancient drama history drama you will see this term。 那什么叫宠幸？宠幸就是古代的皇帝 the emperor the king 临幸妃子，妃子就是他的皇后，他的 concubine， 他的 concubine。 好，妃子宠幸就是宠幸就是呢，皇帝晚上的时候跟他的 queen 或跟他的 concubine together 这个叫宠幸。 OK， 所以是皇上才可以用的，皇帝才可以用的。 This term is not for you 雷曼， This term is not for you, it's not for teacher Richard, it's for king, for emperors, for those high status people。 所以各位同学，宠幸是古代的皇帝去晚上跟他的妃子在一块儿，这个叫宠幸。 You often see this term in Chinese history dramas， 宠幸。好I did concubine 对不对？正红哦，我不知道念错concubine。 好，对，就是妃子。这个正红说的这个词就是妃子的意思啊。Queen also queen is okay queen concubine 宠幸。好，用在皇帝身上哦，像我们不可以说正红宠幸他的老婆。I don't think 正红 is a king。 哦，正红 Are you a king？ 正红是个国王吗？正红是个皇帝吗？正红宠幸他的太太。But when you say that, I feel very interesting。 我会觉得很有意思。Sometimes maybe people are joking。 我宠幸我的老婆。I treat myself as a king。 I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可以的，有意思。好好的，我们来做题目吧。宠爱，宠幸。李太太太过 OK， 太过 actually means too much， 太过 too much。 女儿了。好，请问答案。李太太太过
太过 too much， 女儿了。对，可以说惯，很好。这个溺爱就是惯的意思，你可以说惯，可以很好，惯也是溺爱的意思，不要太惯孩子。好，溺爱也可以用惯这个字，比较 advanced 的用法，惯，不要太惯孩子，可以用惯哦。好，雷曼中了5亿美元的东西。宠幸别人，变国王了，对不对？5亿美元很多耶哦。好，宠爱，宠爱。好，这位同学宠爱。裴静说，李太太太过宠爱女儿了。好 ，Henny，李太太太过宠爱女儿了。好 ，very good。妃子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妃子就是皇帝以前有很多老婆，对不对？除了皇后之外，他还有很多别的老婆，这些别的老婆就是妃子。Ernest, king has a queen, but king also has many wives. So these different wives we say 妃子。OK， 好，太多太了，李太太太。Okay, so 太太 means Mrs. Here, 太过 means too much. So pay attention. I do that deliberately. I do that on purpose. You need to know 太太 Mrs. 太过 means too much. 好，我想被女生宠幸。思辉，如果你这样说，很有意思。It's like you're making a joke, and that's a good joke. 如果思辉这样说，哎呀，我好想被女生宠幸哦，不晓得被女生宠幸的感觉怎么样？哇，You're making a good joke，很有意思的一个笑话哦。哎呀，都没有女朋友，思辉说，我都没有女朋友，我好想被女生宠幸哦。Very funny, very good joke。好，对，皇妃就是王后，就是 queen 的意思啊。好。好的，广告时间，来，各位同学给老师一个赞，订阅老师的视频，开启小铃铛。如果你想要支持理查老师，欢迎你成为我的 Small Potatoes，我的 YouTube Members，一个月$2就可以请老师喝一杯咖啡，谢谢你们。好，还有大叔中文新的 episode 已经上传了。所以各位同学，等一下直播课之后，记得去支持大叔中文大叔中文的新的视频已经上去了。那大叔中文每个星期四都会更新，都会 update 更新。所以呢，请你们一定要支持老师，去看看我们聊什么，可以增加你的中文水平哦。可以提高你的中文水平。好 ，update 更新。好，我们来考试。宠物、崇拜、冲击、钱，并非无所不能，不要过度财富。好，并非就是 not。Actually, 并 is a word to emphasize negative words，所以并非就是 not。OK, not。无所不能，什么事情都能做。无所不能就是 can do everything， 无所不能 versatile can do everything。所以钱并非就是不是的意思，不是，钱不是无所不能 ，money isn't everything。钱并非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是个中文的成语，表示你什么事情都做得到，什么事情都能做，无所不能。不要过度 too much， 财富 wealth， 财富 fortunes wealth。好 Cynthia， 钱并非无所不能，不要过度崇拜财富。你不要每天都想着我要赚钱，我要成为 millionaire， 我要成为百万富翁，我每天都要赚好多好多钱。不要，因为钱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有些东西是钱买不到的，对不对？像爱情，
亲情，很多东西钱是买不到的，健康哦。好，苏英，钱并非无所不能，不要过度崇拜财富。好，好的。还有很多事情比钱更重要，像你的朋友，像你的家人，你的健康，都比财富，都比钱更重要。钱并非无所不能。好，好的，我们看一下下一个句子：动态清零的政策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好，动态清零是中国目前在采用的一个防疫的政策。防疫的政策。好，一个 policy for COVID-19. In China,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a policy to prevent COVID-19, and they call it 动态清零 like a dynamic clearance. 动态清零的政策，政策就是 policy， 动态清零的政策必然 absolutely definitely be bound to 必然就是一定会的意思必然就是一定会。必然就是 definitely be sure to， 必然就是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必然的意思就是一定会，也就是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Something is sure to happen. Something is definitely happening. 一定会发生，一定好，那么中国的经济 the Chinese economy 产生就是 like produce, generate, to have。好，产生是个动词哦 to produce。好，动态清零的政策必然一定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冲击 to produce an impact, to have influence。好 Christina， 动态清零的政策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好，裴静，产生冲击，很好，答对了。好，防疫政策。好的，维凯，动态清零的政策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好，多毛的雷曼，动态清零的政策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冲击。青莲，动态清零的政策必然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冲击。好，最后一题，宠物，崇拜，冲击。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流行时，很多人饲养猫头鹰当什么？好，各位同学，哈利波特 Harry Potter， 你们应该看过这个小说，对不对？系列就是 series， 哈利波特系列 Harry Potter series。好，小说就是 novel it's like Harry Potter series novel。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流行，流行表示大家都很喜爱，很多人在那个时候都会看哈利波特这个小说。很流行就是很多人很喜爱，很受欢迎，就是流行的意思。英文有一个片语很棒叫 go viral， 一样的意思 go viral 一样的意思流行就是 go viral。好，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流行时 when， 时就是 when， 很多人 many people 饲养 like keep or raise an animal， keep a pet raise an animal 可以用饲养。各位同学，饲养 only for animals。We don't use 饲养 for your children. No， 你不可以说饲养小孩 ，That's wrong。饲养 is only for pet or animal。老师告诉你特别重要。饲养 is not for your kid, your children。饲养 is for pet only,
for animals only。你可以说饲养牛、饲养羊、饲养狗，你不可以饲养理查老师，你不可以饲养你的女儿。That sounds very odd。我们说，饲养是 for animals pet 啊，OK。好，猫头鹰就是这种动物，这种鸟类叫猫头鹰。好，当就是 us or to be us what， 好，好，佩霞，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流行时，很多人饲养猫头鹰当宠物。Very good， 宠物。好，Norbert，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流行时，很多人饲养猫头鹰当宠物。好，答对了哦。好，宋平饲养猫头鹰当宠物 ，very good。好，雷曼饲养猫头鹰当宠物，郑红饲养猫头鹰当宠物。好，那各位同学，为什么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流行时，很多人会饲养猫头鹰？为什么？因为猫头鹰在小说里面是送信的动物。在 Harry Potter 小说里面呢，猫头鹰是会帮你送信的动物。送信的动物，你也可以说它是信使，messenger。很多人在哈利波特的小说里看到猫头鹰，哇，猫头鹰会帮我送信，猫头鹰会帮我 send letters， 好喜欢，他们就去买猫头鹰当宠物。猫头鹰是信使 messenger， 所以大家很喜爱很多人去买猫头鹰来养，当宠物养当宠物养。对，猫头鹰会送信息，送信，它会去咬一封信，对不对？然后把信送给你如果你有小孩长得像怪物，不可以。Norbert， 人是不可以用饲养的，一定是饲养动物或饲养宠物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课，记得帮老师点赞，支持理查老师。理查老师非常喜欢每天跟你们聊聊天，然后教你们中文。记得明天星期五我们可以聊聊天。明天是 Chit Chat Lesson， 如果你想要跟我聊聊天的话，明天欢迎来上课。然后等一下直播课之后，请大家去大叔中文帮老师点赞看一下我们的新视频。我们明天见咯，各位同学再见，拜拜。